在2018年还有2020年那个时候，我们都出过 iPad Pro 的视频。那时候苹果对它的宣传是真的猛，甚至打出了“你的下一台电脑何必是电脑”这个经典的挑衅口号。然后那时候我们深度测试的结果就是，你的下一台电脑必须还得是电脑。Pro 这个尾缀更多只是代表硬件更先进，却不代表它能帮你干更多的事情。所以在2020年之后，即便是我这种数码控，我自己也没有换新的 iPad Pro， 真的没有必要。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相比于 iPhone 的每年一看，这一次当我拿到 M2 芯片的 iPad Pro 的时候，其实已经有2年的跨度了。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还是挺震惊的。当初我狠狠吐槽的这些问题，无论是连接屏幕、键盘，或者数据存储，还有多任务处理，苹果都给出了它的答案，那也确实好了很多。那只不过苹果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始终有这种苹果味。那要理解这一点，其实有个很好的案例。这次除了 M2 iPad Pro， 苹果也发布了入门款的 iPad， 针对的是学生还有家庭，这性价比非常不错。但是这款全新的 iPad 只能使用在2015年11月份发布的1代苹果笔，那时候我才19岁，我都没大学毕业呢。2代笔直接就是不能用的，这就出现了一个新 iPad 的这个接口和1代笔不兼容的情况。那好，这时候苹果出来说，我们来解决问题了。我们推出了这个先进的转接头，带上它，你就可以用 iPad 给1代的苹果笔充电了。然后如果你丢了这个头子，官网的价格是67元，就可以卖给你。下苹果。那说真的，我认为这个产品是极度邪恶的，会影响到全球小朋友们的幸福感。只有最乖的乖宝宝才能感受到科技的美好，别的小朋友真的只能多一个被爸妈打屁股的原因。就你这个接口为什么丢了？你这笔盖呢？笔盖也没了啊！搞什么玩意？就这样。所以 iPad Pro 也是一样的，你说它强吗？那它就是目前当之无愧的平板之王，已然成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电脑形态。那它有问题吗？它真的改了很多。我对 iPad Pro 的观点，实话说，都已经开始转变了。但是它也不完美，还是有一些因为苹果的风格而产生的非常独特的问题。新款的 iPad Pro 整体外观上跟上一代一样，那兼容上一代的妙控键盘，可能唯一说得上是变化的地方，就是背后的刻字多了一个 Pro。那苹果也保留了最后一点的良心，或者说保留了最后一点对环保的不重视啊。现在买 iPad 还是带有充电器的，并且这次充电线换成了一个编织的线材。那说真的，我对 iPad Pro 的这个外观其实没有什么意见。我在一定程度上也庆幸苹果没有随着 iPhone 14给它做上一个巨大的大号灵动巨岛，那不然这个软件公司又要一片哀嚎了。那也许是为了划分产品线，而不是一个技术原因。今年它仍然和上一代一样，2款大小的 iPad 用了不一样的屏幕，11寸是 LCD 屏幕，12.9寸的 iPad 则是 Mini LED。那假如苹果在11寸上面给了 Mini LED， 我绝对会选择11寸。但是苹果真的是，综合来说，我现在还是只能更推荐12.9寸的 iPad。XDR 的屏幕、1000尼特 HDR 以及1600尼特的峰值亮度带来的体验还是非常不同的。那尤其对我来说，有一点还是很重要的，就是 iPad Pro 确实是目前市场上性价比最高的 HDR 还有杜比世界的制作以及监看设备，几乎是没有之一。那尤其是这次增加了 iPad OS 的更新，多了一个参考模式的这么一个功能。那这个有什么用呢？那简单来说，就是无论是 Studio Display 还是 MacBook，iPad 现在的颜色在对比度上还有各方面都能和他们做到一致。即便没有专业监视器这么精准，但人家一个屏幕卖几万块钱，iPad 用来做自媒体内容的色彩监看，那是绰绰有余了。ProRes 录制也是本次 iPad Pro 的升级点之一，但有点离谱的就是，当我们进入相机 App 开始找这个功能的时候，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我以为我脑子坏了。结果我们一调研发现，这次苹果其实只是给了一个第三方的 API 接口，你需要用第三方的软件才能够用 iPad Pro 来实现录制，所以你需要给 Filmic Pro 这类软件去交钱，这太离谱了。不过 ProRes 其实我是一直不怎么感冒的，我觉得无论是 iPhone 还是 iPad 用上 ProRes 编码，真的不会对你的画质有什么提升，就这样。但是文件体积会大很多。我给你看个直观的对比，你看一下这两个画面，你真的能看出哪个是 ProRes 拍的吗？放大2倍，放大4倍，你再看。但是为了拍摄 ProRes， 如果是 4K 30帧，你的数据量会飙升到 0.8 Gigabits 每秒，这太离谱了，比常规视频大了足足有30倍。也就是说，你拍1分钟的视频文件，会比别人拍30分钟还要大。反正这种玩法我是吃不消，即便是 M2 的 iPad Pro 有这个功能，你用它常规的编码来拍视频就好了，这是我的建议。
反而我最在意的还是从去年开始出现在 iPad Pro 上的这个 Thunderbolt 4 USB-C 的接口。那它本质上彻底释放了 iPad 这个设备数据交互的能力。我可以超级快的把文件传到电脑上，甚至有时候把它当成一个移动硬盘来用。给甲方看片子，这真的好，承担率都会提升。这说真的，其实吧，我恨不得把 Pro S 还给我们亲爱的库克先生，我求他给 iPad Pro 再加上个 USB-C 口，这在我看来才是真正的 Pro。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又到了一个非常苹果的地方，苹果它会和你说，现在 iPad Pro 确实有2个接口啊，背后这3个点就是连接键盘以后它能给你充电，然后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接口导数据，只需要加钱买这个键盘就行了，不买就没有，这非常的公平。对于这个功能，我的评价就是 Magic Mouse 插铅笔2头堵。iPad 后置相机模组尽管有着强大的 M2 芯片的加持，这次让我很意外的是它没有更新 iPhone 14的电影模式，还有运动模式。我以前一直好奇谁会真的拿 iPad 出去拍照，但是最近在景区我仔细一看，好像还真的有人喜欢拿平板拍照。那这个你觉得平板上面有这个相机对你来说重要吗？那这次 iPad Pro 的相机模组和上一代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变化，无论是相机参数还是 LiDAR 的激光点阵。那对于我来说 ，iPad 的前置摄像头其实比后置要重要的多得多。那单论前置的话 ，iPad Pro 的这个画质是要比大多数电脑摄像头是要好的，所以你用它来开会也是我挺喜欢的一个功能啊，非常舒适。那它也仍然有着 Center Stage 功能，现在视频聊天的时候可以借助画面的裁切来跟随你自由的左右移动，当然画质会差一点，但能把你的人保持在画面的中央。只不过我不是很确定为什么今年入门款的 iPad 把摄像头横屏在了中央，但是 Pro 还是放在了上面。那可能是考虑到 Face ID 模组的问题，但是这样的缺点就是和别人视频的时候，我的眼睛始终会有这么一点飘，没有办法直视对方，会有点小难受。这次2022款的 iPad 也支持 Apple Pencil 的悬停功能，那其实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很多主流的数位板还有数位屏它都有这样的功能。那现在的 Apple Pencil 能够悬浮在图标或者是按键上，会出现个预选状态，那跟使用 iPad 鼠标吸附在 App 或者选项上，它动画演示是一样的。那用 iPad 绘画的朋友应该会有所帮助，能够很快的抓取颜色，而不需要有个落地再点击的过程。而宣传片所演示的在 iPad 上面悬浮出现笔触，在控制笔触大小这样的功能，目前我们还没有体验到，应该要等到下一版的 Procreate 更新之后才能够用上。但是就当我以为这是2022款 iPad Pro 独有的功能的时候，是苹果花了心思去研发的这个功能的时候，在上一代的 iPad 打开辅助功能以后，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可以通过悬停来显示文本，这说明检测距离这个能力它是有的，但是它就是没有这个笔触的功能。苹果嘛，合理。那现在我们聊聊 iPad 上面的这块 M2 芯片。我们在 LumaFusion 里面测试了 M1 和 M2 视频导出还有编码的能力。那得益于 ProRes 便捷码的引擎，导出速度确实要比 M1 要快一点，但依旧是被动散热的方式。长时间运行的话，还是会像 M2 Air 一样会发热、会降频。那当然我们也对比了一下它和 Mac 端的 M2 芯片的差别。虽然说我们拿达芬奇来和 iPad 上的 LumaFusion 来对比，没有这么科学，但是你可以看一下，在双方目前较强的视频编辑软件之上，导出同样的视频，它性能大概是这样的区别。而除了这款软件能够测试一下它的性能，可能我知道的太少了，我真的不知道现在的 iPad 上面有哪款 App 能够发挥出它全部的性能。所以我要说的话和几年前是一样的，我觉得 iPad Pro 的性能始终是过剩，真的很少有软件能够把它完全给跑满。但是我要说一个但是，今年发布的这个视频里面，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有几个这个重型的 App 即将登入 iPad。那比如说我期待已久的，当年在视频里面也讲过的达芬奇 iPad 版，那相信是能把 iPad 的性能吃得饱饱的。那达芬奇下放到 iPad 上面，我觉得意义还是非常大的。虽然真正的 iPad 达芬奇需要到年底才能够出来，但是这次我们在苹果的展厅里面倒是体验到了这么一个测试的版本。那实话说，刚开始用我就能够感受到这个 iPad 达芬奇还是有点东西的，它是真正的满血版的达芬奇，绝对不是敷衍了事的。虽然目前只有快编还有调色界面，但这两个界面已经非常完整了，和电脑端体验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你有些新的交互模式，比如用笔来快速滑动，同时左手控制键盘 IO， 这样可以快速把素材给拖下来。这种编辑体验我估计是很多朋友都会喜欢的。那当然在将来达芬奇还会加上 Firelight 还有 Fusion 的界面，那这样一来的话，整个生态体系就已经比较完整了。只不过我们过去非常熟悉的这个剪辑界面，现在是彻底消失了，我估计大概率也不会再回来了，应该是屏幕适配的问题。
总的来说，虽然只用了10几分钟，但是这个 iPad 达芬奇还是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当然，我们也遇到了一些 bug， 比如像点这个文件不跳出来的这个情况，但是我相信在最终版的时候应该可以被修复。那届时我们可以出一个专门的 iPad 达芬奇的评测，如果你想看的话，可以留个言。那不过说真的，在 iPad 上面用达芬奇，我最担心的一点就是它的屏幕空间不够，所以苹果呢，它也非常清楚这一点，要让专业的软件进来，注定需要更大的屏幕来承载它。所以今年他们推出了这个我们期待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功能，能够让 iPad 接上外接的显示屏，不再是镜像，而是一个真正的全屏显示。那简单来说，它现在可以当做一个或者说半个电脑来用，你可以这么理解。那和 Mac 不同的是，你不会有像这种随意自由调度的这个窗口栏。iPad 现在增加了台前调度这个非常神奇的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帮你组合成这种独特的软件阵列，然后调用出来。当你把鼠标滑到侧边的时候，它就会冒出来。这个功能相比过去的往上滑再去选择软件，确实要方便不少。我们也终于有了可以自己定义窗口的这个大小。那实际使用过程中，我感觉它的每次切换更像是切换一种工作状态。那比如说，这是我们公司员工的写稿工作台，这是剪辑工作台，这是数据分析工作台，以及我走的时候必须要切换的摸鱼工作台。那当然 Mac 和 iPad 的台前调度我觉得还是有点差异的，除了 Dock 栏等动画交互上的区别以外，主要是 App 窗口的自由度。 Mac 能够自由的调整大小，但是 iPad 只能够被动的接受它给你的限制，而且由于一些 App 没有办法适配的问题，有时候就没法调成一个你觉得合适的窗口。但是得益于 M2 16GB 的内存，比较好的一点是现在打开很多应用之后，它也不会很轻易的杀你的后台，你甚至可以实现上屏在原神跑图，下屏在王者荣耀，这是可以做到的。剪视频的时候也能够主屏幕用作剪辑，副屏幕用作文件管理这样的体验有时候，应该说很多时候，让我感觉它真的是像一个电脑开始成长了。那就我个人而言，我目前最常使用的软件，办公上是飞书、思维导图还有微信。过去在 iPad 上面办公，确实用起来就和电脑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会挺难受的，多任务处理非常别扭。但现在我觉得从我的日常工作来说，它确实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只不过这些所有功能的大前提是在它正确工作的时候才会出现。那很显然，在苹果迈出的巨大一步的同时，它也是逃不过 bug。至少在我目前测试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屏幕无法扩展或者窗口不适配的问题，这是急需苹果去解决的。那对于平面工作者来说，我觉得 iPad 现在已经成了很多人非常自然的一个选择，用来修图或者是绘画。那只不过在视频制作上，我觉得还差这么一步。苹果真的进步了很多，相比2年前，但是就差这么一点了，就这么一点。只要软件一跟上，文件管理再优化一下，我是真的愿意在路上认真的用 iPad 来做片子的。但是说到别的生产力，无论是编程还是做复杂的 3D 渲染，那我觉得 iPad 在当前还是有着比较远的距离，不用想太多。虽然也不是不能用，但就是欠缺火候。我觉得视频剪辑可能是 iPad 能够最快走向成熟的一个生产力功能，所以这里我想小小嘚瑟一下，在4年前做了18款的 iPad 评测之后，我们产品组就觉得 iPad Pro 它大有可为，所以当初我们在设计读卡坞的时候，我们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用 USB-C 口能够连接 iPad 来进行数据的高速传输还有拷贝。因为 iPad 其实有着一个电脑我觉得很少能有的优势，就是蜂窝数据板它能够直接上网，这就意味着视频能够利用 iPad 的性能转码成一个小文件以后，快速传到云端，然后就可以跨越地理位置还有时间的限制来进行复杂的远程协作还有远程剪辑。那各大公司像达芬奇还有 Adobe 像他花了12亿美金去收购云端视频协作公司 Frame.io， 都是在为这件事来布局，我觉得意义还是非常大的。而 iPad Pro 在我看来就是上云方案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硬件。讲了这些未来的展望，那我们再把视线给拉回来一点，买前生产力，买后盖泡面，这才是目前大多数人 iPad 的归宿。那虽然说这个嘲讽归嘲讽吧，但是 iPad 的生产力确实对你的使用方式是非常敏感的。那目前在我看来比较成熟的点是 iPad 的影音娱乐、文字处理、图片设计以及即将到来的视频编辑，这都挺舒服。但如果说你不是 UP 主这个剪什么视频，老是讲剪视频，我想去除掉视频编辑这个选项，那你这时候会发现，另外这3个选项似乎别的 iPad 它也能够做。所以要我给家人还有朋友推荐的话， iPad 10、iPad mini 还有 Air 会是我更优先的一个选择。因为我觉得 iPad 不可替代的其实不是它 Pro 的性能，而是它的形态所以屏幕、传输速度这些反而都是滞后的。
那这次我们也拿到了入门款的 iPad 10，其实我还挺喜欢的。外观上统一了设计语言，变成了直角边框的设计，指纹识别移到了锁屏键上，屏幕大小和 iPad Air 是一样的。那只不过它不是一个全贴合的屏幕，这个要注意一下。那当然还是使用了上一代的这个 A14的芯片，配备了一个全新的键盘，在机身侧面多了3个触点，并且键盘和背夹能够分离。但是你考虑到这个键盘要1999元的价格，加上这3599元基础版的 iPad 10，它都快要够上一台 M1 芯片的 iPad Air 了。你会选择哪一个？要我说的话，干脆别选了。这样10月份我们还有一次抽奖机会，我们这次与其说抽一台 iPad Pro， 不如抽5台 iPad mini 6，配上我们自研的全新的 iPad mini 万能壳，你觉得怎么样？这样中奖几率会大一点。所以欢迎关注我们，看一看我们的抽奖动态，也感谢各位观众老爷这段时间对我们的支持。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务必点赞、投币、3连转发，告诉你那些想要买 iPad 的朋友，也许会对他们有些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